推特的话，大家各位好，我是聂俊。今天的节目会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很快要元旦节了嘛，那团队有让他们放假了，毕竟忙了一年了，也可以休息一下了，所以这一期呢就没有一个正式的节目。所以呢，在这个新年期间，首先祝大家新年元旦快乐，顺便给大家拜个早年。这期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轻松一点的，比较放松一点，不要做那么严肃的节目了啊。然后刚好前段时间我做了2个广告嘛，对吧？在广告里面露出了我的桌面，然后就有很多小伙伴来问，你的桌面的配置啊，你用了什么设备啊，你的这些东西啊，怎么去安排的？所以很多小伙伴好像都对我的桌面有兴趣。那刚好我这个桌面也确实是花了挺多心思去打理的。我看到好像很多 UP 主都有介绍自己的工作桌面去怎么样设置的，我好像没做过这样的视频，那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桌面，因为这里面毕竟也花了很多心血，也遇到了麻烦，最后也算是把这麻烦给解决了。现在呈现状态呢也是比较完美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OK，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有3个屏幕，一个是竖屏，2个是横屏，那都是32寸的4K 分辨率的显示器。为什么我用3个屏幕这么多呢？我朋友来找我会说，哇塞，你屏幕太多了吧，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我个人觉得有这个必要的，因为屏幕多对我来说确实能够提高我的效率。为什么不买那种特别长的这种32:9那种特别长的显示器呢？首先我个人并不喜欢特别长的，因为我觉得并不方便。第二就是那么长的没有办法竖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竖起来显示器非常重要有一个显示器竖着是非常方便的。第三就是那种特别长的显示器呢，虽然它的分辨率看上去很长很宽，超宽屏，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算真正的宽屏因为它两边是拉伸的。我特别爱玩赛车游戏以及欧洲卡车模拟，那我在公司的一个角落，我设置了3个显示器，专门玩赛车游戏的一个方向盘。在那个地方呢，我也没选择用超宽屏幕，因为超宽屏幕它在两边其实是拉伸的，那种拉伸其实跟现实中真正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很宽很长，但其实有点浪费。真正的好的玩赛车游戏、玩超宽屏，还是得用3个显示器。虽然说3个显示器中间会有缝，但是我们可以设置这2个显示器它的角度、它的显示角度，让画面没有拉伸。这个是长屏显示器做不到的。这也是我个人很少会尝试买这种带鱼屏或者说是更长的显示器的原因。那之所以要3个显示器，其实并不是我工作需要3个显示器其实我工作主要是这2个显示器。各位看到，其实这2个显示器这2个显示器用的是 Mac 系统的，所以这2个显示器是直接连接到我的笔记本的这个笔记本我的 MacBook 直接输出2个屏幕供这2个显示器。等一下我会再说我的笔记本那我之所以喜欢竖屏，原因就是因为显文按竖屏真的很方便。各位看，用这种方式来显视屏，能够最大化我的可视面积。然后我看网页的话呢，我也可以用竖屏方式来显示，会方便很多，对吧？而且竖屏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看载物。你看用竖屏看载物是不是特别爽？因为足够大，占得很满，对不对？好像一个大号的手机在看抖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竖屏的载物越来越少了希望这些跳载舞的小姐姐们还是能够为我们这些竖屏用户多考虑一下。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显文案主要还是为了显文案更方便一点。当然，这个桌面是可以把这个竖屏给打横的那这是一个双屏摇臂撑着我的2个显示器，这单独还有摇臂撑着一个手机显示器把它竖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除非你要玩3屏游戏，不然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把这个竖屏再打横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一个竖屏一个横屏是可以涵盖所有工作情况的，很少会需要2个横屏来显示东西。比如如果做剪辑，我用 Final Cut 给我看看OK， 这就是我做 Final Cut 的工作界面。在这边我可以用非常大的屏幕去，下面是时间轴，而这一整个竖屏都是我预览素材的界面，会比横屏要更加方便。而这个呢，是我做 Photoshop 时候的界面，可以看到这边是大横屏显示画面，而这边显示的图层以及历史记录也是用竖屏方式能够最大量的显示。所以我认为一个竖屏一个横屏才是最好的工作方式，能够最大化的覆盖工作时候的各个需求吧。然后这个是我的 iPad，iPad 在这里主要做的是辅助作用，我会把像 QQ 微信这些通讯软件都放在 iPad 上面登录，然后关掉声音。
这样子可以保证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手贱，动不动就看一下我的微信，看一下我的 QQ， 能够更加专注。这两个显示器是 LG 的32寸 4K 里面最便宜的一款，所以其实没什么好推荐的因为它也不算是特别的好吧，颜色还不错，毕竟是 LG 的，但也就这样子了。反正它的色彩还算是比较准，但是并不怎么适合玩游戏。虽然支持 HDR， 不过只有 HDR400，反正开 HDR 之后颜色不是特别好勉强可以用吧。算是最便宜的，没办法 ，LG 的好显示器太贵了。那如果说这两台显示器是办公的话，那这台显示器干嘛的呢？这台显示器是专门拿来娱乐用的，是我专门拿来玩游戏的。可以看到这台显示器它的系统是 Windows， 连的是我下面这个电脑，我下面还有一台主机之前展示过的七彩虹的设计师电脑3080的显卡，同时这一台电脑也连着我后面的游戏机。那这台显示器呢，我就非常的喜欢了，因为它特别适合拿来娱乐用。那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因为角度问题，所以它颜色不是特别鲜艳。但在我的角度来看，这显示器的色彩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它 HDR 支持的是 HDR10，开 HDR 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虽然它也只有60帧，但是毕竟我更多是玩的是主机和单机游戏，我并不怎么玩电竞，就算偶尔玩一下一些电竞游戏，以我的渣水平也发挥不了高刷所以60帧玩主机单机已经是足够的了。这台显示器是明基的EW3280U， 好像是这个型号，而这一台比这两台贵很多，好像是这两台的合起来的价格。的确，它的整个效果也比较好，原生10比特的颜色 ，HDR10 自动调光 ，Type-C 接口，还有很不错的音响。但其实音响我是不用但它本身带的音响还是不错的。以及我比较喜欢的这个遥控器有个显示器我切换频道就非常方便。因为有时候按后面这个真的很麻烦，那我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切换到我的 PS4、PS5 那我觉得这个显示器它跟 PS5 就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基本上是绝配它的颜色它的 HDR 都很棒。然后说一下这两个显示器的这个价值，曾经这些价值很贵，但随着大家用的人越多，好像这东西已经开始普及了，所以这个价值才200多块钱而已，200多块钱可以撑一个32显示器，非常的划得来是乐哥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什么牌子我忘记了 ，B 开头的然后它可以撑2个32显示器，也是不贵。那现在降到这个价格，我就很乐意买这种价值来放我显示器的，因为不仅显示器的角度可变化的角度更多了，而且可以抬起来，让整个桌面更加干净。然后就是这3个显示器后面藏着什么东西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看到一点点，藏着我的 PS5， 我的 PS5 是放在那边的，经过下面的线往上走到这里显示器，然后可以看到还藏了个东西。那个是我的外置显卡屋，所以我的笔记本其实是用外置显卡。我在外办公的时候呢，随时可以拿着笔记本拿走，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只要把笔记本一接上，一放上去就可以了，立马笔记本就可以获得外置显卡的这个配置。虽然说有一定的打折，但是不管是剪辑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图片处理，或者玩一些简单的游戏，都已经足够的了。同时，这个外置显卡还扩展出了4个 USB 接口和一个网线接口，所以我一旦接上之后，它有了有线上网的能力。而其中一个 USB 的接口呢，被我连接到这里了。我任何的外设只要一接这里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双笔记本座，那我就会把我的笔记本塞到这里面，隐藏起来。这是2个笔记本一个是 MacBook 一个是 Windows 的笔记本。总之，一根雷电3就够了，不管是拓展显示器，还是网线，还是拓展接口，还是充电，一根线就够了。这也是我工作的一套核心的系统吧。OK， 这个是明基的很火的那个桌面灯我试了一下明基的，试了一下小米的，然后还试了一个飞利浦的，然后觉得明基的虽然是最贵的，但确实明基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剁手。所以当我有多播系统的时候呢，只有一套音箱是很麻烦的，因为音箱要切换输入源。虽然可以用不同方式去切换，但是最麻烦的就是，比如说玩游戏，然后这边我的笔记本有什么东西响了，比如说信息或者说是提醒响了，我可能听不到的声音。或者说是我有可能会有时候一边看视频一边玩游戏，这时候一套音箱就不够了。那我又不希望配很多音箱，所以我就搞了一个混音台。这个混音台是一个4进1出的支持立体声的一个混音台。从后面可以看到我接了很多线进来，然后这个混音台再输出给这2个音箱，也就意味着我的笔记本、我的主机以及我的游戏机是可以同时发声的，它们的声音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并不会因为你在听某一个设备的声音而导致另外一个声音你听不到，它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同时，它有4个旋钮可以单独控制这4个设备这4路输出的音量。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不想听游戏机的声音了，我只要一拧就把它拧小了，就关掉了。我想听哪个设备的声音更大点，我只要拧就可以了。在这里控制音量非常方便。那现在我是3路输入，
我的笔记本、我的电脑以及我的游戏机三路涂在这里，还有一路呢我没有接，那这一路其实还是可以接 Switch 的，这样我就有2个游戏机、1台主机、1台笔记本同时发声，而不用去切换它的声道，所以这个东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调音台。那既然我的音响可以用一套音响来同时为3个设备发声，我的鼠标键盘呢，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套系统。那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阿美罗键盘呢？阿美罗键盘我都收藏了呢。那平常在一些需要长期打字的时候，我会用阿美罗键盘，但是我现在慢慢也开始喜欢薄膜键盘了，退烧了。而我用这套键盘鼠标呢，唯一的优点，这个应该不难看出来吧？罗技的 MS 系列鼠标是很不错啊，鼠标确实，它虽然不适合玩游戏，但它确实很不错。反正我玩游戏都是用手柄的，办公它很舒服。这键盘呢很重，手感呢也就这样。薄膜键盘，然后我觉得比苹果的那个薄膜键盘要差很多。我觉得我至今用过的最舒服的薄膜键盘，我觉得就是苹果的啊，就这款苹果自带的薄膜键盘，我觉得是我至今用过手感最好的。但是非常不爽一点就是它只能连接1台设备。苹果东西啊，你就觉得确实很不错，但是它就只能在苹果生态里面用，哪怕你是用2台苹果都不行，你都得有2个键盘，因为它就是不能连接多台设备，你就得不断的去切换蓝牙。所以呢，这个薄膜键盘虽然我非常喜欢，但是我可能就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吧，没办法，为了多设备的功能，我只能在手感上退而求其次，去接受这个罗技的这个键盘。当然，它这个键盘的手感也不差，毕竟它贵嘛，确实很贵。那这个价格比起很多薄膜键盘来说，肯定要好很多很多。那这款键盘它到底有什么我愿意牺牲那个手感的呢？就是它的 Flow 功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呢？就各位看到我现在鼠标以及我现在键盘，我现在键盘操作的是我的 Mac 系统，对吧？然后我的鼠标也是 Mac 系统，对吧？然后我这个显示器它是 Windows 系统啊，它是2个不同系统，但是我的鼠标可以直接移到 Windows 系统这边来。各位看到了吗？看到鼠标在动吗？啊，鼠标在这动啊，同样我可以把它移回去，移到我的 Mac 系统上面，所以我一个鼠标控制3个屏幕，2个系统。当然你也可以去按这个切换的，但是你不需要按这个切换了，你直接移过去就可以了，特别方便，而且几乎没有延迟。现在我的键盘控制的是 Windows 系统啊，因为我的鼠标在 Windows 系统这里，我不用做任何操作，我只要把鼠标移到 Mac 系统上，我这个键盘控制的就是 Mac 系统，鼠标在哪里，键盘就控制哪台系统。注意啊，这中间是 Windows 和 Mac 系统之间的切换，非常方便，而且甚至可以拷贝文字，这边复制，这边粘贴，这边粘贴，这边复制。所以一个键盘一个鼠标打通了我2个系统之间的隔阂。我曾经试过用不同的系统，甚至用软件，用第三方软件去达到这个效果。结果都不尽人意，所以最后权衡再三，我还是买了这套鼠标键盘。因此，我可以用一套鼠标键盘、一套音响来分享我3个系统。鼠标键盘可以直接控制 Windows 和 Mac， 并且来回切换，然后音响可以同时发声3个设备、4个设备，那我整个桌面就可以保证非常的整洁。然后还有就是偶尔会用到的这个苹果的这个 Trackpad，在剪辑的时候，这个确实比鼠标方便。另外，这个桌面呢，还有一个我非常重视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升降。算了，等它升完再说吧。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这桌子底下啊，我用了几个网，淘宝上买了几个铁网，这种理线网，转在了桌子底下，因此我可以把所有线都理上来，理在桌子底下，我的地下是不会留任何一条线的啊，并且也留了足够的空间给桌子做升降。当然这样看的话也不算是特别的整齐啊，还是有很多没理好的，但是也不见为净吧，总好过在地下乱七八糟的。那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呢，我把它升高，我就可以这样子控制了，对吧？就可以保证我的手不会总是放下来啊，导致肩周炎。然后我也可以把头抬起来看，这样子我就不容易得颈椎炎，对吧？平常我这样工作的。这样子用鼠标有没有让各位想起那个白鹤特工？那各位都知道升降桌是比较贵的，特别是我这个桌子是一个很大的桌子，它的长是1.8米，然后这一边呢是1.6米，整体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么大个 L 型桌，如果直接买成品的话，其实很贵的，可能要到5、6千、7、8千吧。但是呢，我是单独买这个脚的，并且它也不是实木的，不是一整个原木的，而是拼装木再贴上去，所以这个很便宜，才几百块钱。但是这个升降底座是单独买的，这样子的话呢就很便宜了，因为这个我找了一家工厂，
专门做升降底座的，但它不卖桌子，它只做底座。然后这个底座的脚2000块钱，其实也不便宜啊，但是比起买整个桌那便宜很多了，整个合起来也就2200多块钱，那其实是很不错的。OK， 所以这个桌面呢，我比较喜欢的几点就是，首先用拓展坞来拓展我的2台笔记本，然后用一个混音器来混了我所有的设备的声音，并且可以独立调节，然后用一套鼠标键盘来控制我2个系统以及这个升降桌，基本能够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且用起来非常舒服。这就是我的桌面。那除了我桌面之外呢，我的房间还有一些东西，这面是我的一些收藏品的墙吧，也就是一些我个人很喜欢或者经常要用的东西。那边是我的刀，各位都看过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平常休息的地方，本来是平常休息的，但后来就变成了猫休息的地方了。OK， 今天的桌面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看这种东西分享，因为我这东西其实这套系统我用了很久了，我已经很早就搞定了，但我一直觉得做这种视频好像没什么意思吧？不过上期2期广告露出之后，大家好像还是有兴趣的。我知道每个人需求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需求，但是如果各位对这种视频有兴趣的话我以后会再去分享一些我们公司的系统是怎么去搞的，怎么去布置的，所以回馈给我吧。那今天元旦就到这里，跟大家聊个天，分享一下我的桌面，然后回来我们聊一聊2020游戏年度总结。这个就在，我是聂斌。